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。今天是美西时间10月16号。根据昨天的预告，我们今天要聊，如果川普重启美国的核试验，他要走的流程是什么，都有哪些挑战。但是最近有一个突发消息值得玩味，咱们就先插播一下。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，川普突然放了一个大消息，这给台湾同胞带来了希望。他批准了一项3.3亿美金的对台军售，这可是他2.0版第一次军售啊。于是呢，中方直接炸了，首先是坚决反对，什么严正抗议。那朋友就问，是不是川普经过川习会以后重新开始对台军售？我感觉不是这么回事儿，可能真实情况那就比较复杂了。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，它这3.3亿美金，它在整个军售系统中有多大分量？他在第一个任期一共向台湾卖了180多亿美金啊。你看现在执政第二个任期快1年了，才刚刚批了3.3亿，说明这份额并不大。第二个呢，那即使是不大，东西能不能给点奸货？事实上没有。根据这个相关报道它这3.3亿美金，其中大多数是 F-16的零配件，而且还是非标准的零配件，另外包含了一些返还服务。说直接一点，就是你这个零配件你自己弄不了，你老化了，你把它拿到美国来，我给你维护保养之后，我再返还给你。3.3亿美金是这个。这个不比不知道你看一下最近老川卖给了沙特什么武器？那都是什么呀？F-35，那是真真正正的奸货。另外是爱国者防空系统。那你说沙特有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吗？没有，至少以色列没有必要跟他去打。最近不还搞了个亚伯拉罕协议吗？他没有安全嫌疑的情况下，这伊朗也没说要打他。但人家就获得了奸货。你相比较而言，台湾只获得了3.3亿美金的 F-16零配件，那你就知道分量有多重了。那第三个，那就是这个协议到真正拿到手里还有相当多的变数。我看了一下美国的法律规定，美国总统如果对外军售超过了1400万美金，或者是维修保养服务超过了5000万美金，必须向国会进行报备审查。他一个人说了还不能算。他的前提是什么？是负责军售的这个国务院，就是卢比奥那一摊他必须得和国防部共同来协商，然后有了提案给了总统，总统有权利签字，也有权利驳回。看来这次他是同意了，然后呢，接下来是要报备国会。那啥时候报备？这是变的，那要看中方的反应。好，即使报到国会了，国会有30天的审查期，他也有权利驳回。那如果说不驳回了，不驳回，真正才能到了签约就会约定你付多少定金，我多长时间给你这个产品和服务，这又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。即使签了合同，它有可能是一个3年内交付，那这个东西属于是口惠而实不至。当然了，我们在外交礼仪上看到了台湾的表示感谢，这个确实比没有要强得多，这确实是一个好的迹象。那我们就来深层次分析一下，为什么川普在川习韩国会之前挡掉了4.5亿美金的军售？那次军售是战斗机 F-16最新版 F-16V。那为什么1个月的时间他又开始军售了呢？这关键还是俩字儿，那就是稀土。俩人见面的时候，老习同意了稀土可以给，
这个啊，实际上老习没有得到他最想要的东西。他本来以稀土作为武器，要求川普啊明确反对台独，因为以前的表述都是不支持台独，北京觉得不过瘾，你必须明确反对。川普啊没有同意，你看没同意，他就继续捏着稀土。根据上周的报道，中国方要求又说，给美国的稀土仅限于民用，如果军用的话照样不给，他继续卡着脖子。那川普一看没招啊，那我就对台军售，等于是啊你来我往又打了一拳。那我们就知道台湾的利益仍然是在这个牌桌上作为筹码出现，这个判断啊我不会改变，无论你是否认同。那接下来啊，如果说中方算了，还是给他稀土吧，我不希望看到台湾被武装，那这个协议就可能签了以后呢，交货周期会比较漫长，而且未必会有新的奸货出现，除非说中共硬杠，那硬杠那就是尽快签约，尽快交付，那终究离奸货还有点距离。所以说啊，这个事儿咱们持续来关注。好，接下来聊美国，他为什么要重启核试验？川普在空军1号对为新闻媒体说，我们要对等执行。他这个对等指的是俄罗斯和中国。在上期节目讲到了，中国的51期正在加紧建设，其中2块，一个呢是要开发隧道的机器摆上了，要重新挖核试验都是地下的。第二，生活区要开始扩建了，说明有更多的人要在这里大动干戈，大搞工程。这个东西啊，它本身就是核威慑的一部分。那老川肯定要对等啊。事实上，我看了一下，负责核试验的部门，它不是美国国防部，它是归能源部的核安全局。但是啊，核安全局的局长威廉，还有这个能源部长最近对外放消息了，他们要在未来几天内约见这个川普的国安当局。他们产生了非常大的分歧，因为他就提到，如果从技术上现在开始启动核试验，要36个月以后才能真正进行。36个月什么概念？老川的任期也就36个月左右，等于你现在努力半天，花了很多钱，最后核试验的时候，那已经是下一任总统的事儿了。那你说老川还有这个动力吗？这个就很难说了。另外我看了一下啊，美国的核试验基地啊，现在主要是在内华达州。然后呢，我们看了美军的可以公开的数据，它有大量的实验基地啊，实际上是靠电脑虚拟来完成的，这个就已经足够了。它未必需要真的轰那么一下子，但是要轰这么一下子，需要面对的危机是什么呀？那就是环保组织可能要起诉你啊，只要法院判这个违宪或者违法，你这事儿就白费了。第二个最重要的一点，那就是内华达州的众议员明确反对，因为现在唯一的地下核设施就在内华达州，他们不愿意出现这种事儿，当地民众反对，那你总统都得掂量掂量。所以说，川普想要对等的和中国、俄罗斯那样重启核设施这件事儿，还仍然充满了变数。好，这个事儿你就清楚了。明天呢，我想聊一下老川最近和沙特达成的协议，这件事儿对于中东的安全有什么影响？欢迎您打开小铃铛，咱们明天见。